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大山里面了。我收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，他叫我过来给他看看家里面房子究竟怎么样了。去年过年的时候他没有回来，在浙江那边打工。那他们家是一栋3开间的砖房，也是平房。他之前给我说整体的结构还挺好的，他说这几年可能都不回来。想让我拍个视频，看有没有有缘人帮他来这边打理一下。我们这边农村的孩子啊，基本上每年都是外出务工，到江浙还有广东、福建那边比较多。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，这边也是进村的一条马路，都是水泥路面，大概有4米宽左右。一路上来啊，弯弯曲曲的路，挺不好走的，要经过一个水库的大水坝吧。整个水库好像有几百亩，70多年没有干过。这边距离水库的岸边有300米左右，可以看到他们家的外面是一大片的油菜，现在还没开花呢。山里面倒是挺清静的。他们家这栋房子啊，几乎也建在了半山腰之上。这边的海拔有600多米，距离县城有25公里，距离乡镇有10公里，是一个土家族的乡镇。每5天是赶集的，赶集的时间还比较早啊，天没亮就开始摆摊了。这个村子啊，大概有10多户人家，有木房，还有砖房。我的朋友家里是一栋3开间的砖房，上面盖的是琉璃瓦，就在进村路口的这块地方。房子的门口是一棵枇杷树，背后也有一条路可以上山的。在房子的右手边有一片竹林，这是楠竹啊。过一段时间就开始长笋子了。进村的车辆呢，都是走这条马路，弯弯曲曲的。看这边平时像这样的一些拉沙的大货车也可以开得进来。像这样的车子啊，可以拉大概7、8方沙子左右。他们家的这栋房子啊，是差不多独门独院吧，距离邻居有几十米。上面这栋房子啊，也是没人住的。刚刚我看了一下整个村子，10多户人家，大概1半左右都是外出，没有在家，大门紧闭啊。我们先走到这栋房子的背后去看一下，它这个结构究竟怎么样。因为在大山里面啊，要防止一些泥土流失、山体滑坡，所以说房前屋后我们都要看清楚。拍视频呢，基本上我都是一镜到底的去给大家介绍吧，分享一些我们这边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吧。我觉得大家可能看起来比较直观一些。这边究竟是干嘛？挖了这么深的一个土层下去呢，搞不清楚啊。那这栋房子呢，基础还是挺不错的。它的背后呢是一块土，也是他们家的，好多年没有种了，都荒了，上面长满了杂草。那边的竹子啊，也快长到房子的边上了。这栋房子没有多大，大概楼层高度啊，也就3米多，接近4米左右吧。
我倒是对背后的这块土感觉，挺有兴趣的。我觉得在这边，和马路有个土坎，在那边的话可以开荒，种点菜，在那边竹林里面可以养点鸡，倒是挺不错。你们觉得呢？那我们就从这边走到房子的院子，给大家去看一下。实际上住在山里面是挺安静的，每个家都有一个独立的小院，不用担心别人来打扰自己的生活。大家认识这些吗？这个以前在我们这边喜欢把它上面不是有一层，我们叫棕树吧，毛茸茸的这些，把它给扒下来，然后编织成那种绳子。我们湘西这边有那种箩筐，做箩筐绳的，可以挑玉米挑稻谷用的比较多。现在基本上用的比较少了。大家可以看这些棕树上面这些毛茸茸的这层，基本上没人扒，全部都在树上呢。森林防火，人人有责。确实环境需要我们大家去爱护。这棵枇杷树马上就要开花了，长得还挺好的。那边也有棵板栗树，整个院子也是挺宽的，但是没有做硬化，也是长满了杂草。过年的时候，他们应该是有家人在这边烧了些炮竹稍微打扫了一下。现在大门是紧闭，我们是无法进去的。他说整个房子里面地面全部是水泥硬化，没有贴瓷砖的。有一个客厅，有2个卧室，加上一个厢房，厢房里面有洗手间，还有厨房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。正屋的话是3开间加一个厢房，相当于就是4间的那个样子。房子的进深有7米，房子是坐东南朝西北，门口的视野也是挺不错的。这边感觉是没有人挖冬笋，像我们那边冬天挖笋子的人还比较多。待会儿呢，我们要从那条小路走上去看一下那片竹林里面到底有多宽。我的朋友说这边也都是他们家的，所以这栋房子看起来不大，但是可利用的地方还是挺宽的。这栋房子他告诉我是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，基本上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了。这边到夏天也不会特别的热，因为海拔比较高在半山腰之上，所以尤其到晚上还需要盖被子才能睡觉的。厢房这边是有一道门可以进入的，但是我的朋友是长时间没有回来，所以这边是堆放了一些柴，把它给挡住了。在农村里面基本上都烧柴冬天烤火比较方便。这边有一个小天锅，以前这边看电视都是用这样的天锅来接收信号。现在这边也是通水通电，还通了网络，这样的天锅基本上就不用了。本来这块位置他们是准备修一个旱厕的化粪池，已经挖好了，但是后面没有修，还有一小块的空地，也可以给它改造出来，多一个卫生间，用起来更方便一些。我们从这边走到竹林那边看一下。这片竹林
如果把它围起来养点鸡，确实挺好的。上面还挺平整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到夏天我在想啊，在这里面搭建一个凉亭，坐在这边喝喝茶，挺不错的。你们觉得呢？这边是有一个什么红薯洞吗？可能是的，现在已经不用了，填满了垃圾。这个应该都是要长笋子了，但是没人挖。这边应该感觉笋子比较多啊。开春以后，满地都是竹笋。这边也有个红薯洞。我们这边喜欢在地里面挖下去大概3、4米深，储存红薯的，基本上都会了，现在不用了。这个位置啊，你们觉得怎么利用比较好呢？朋友们，有没有兴趣的朋友啊，在评论区里面留言，说说大家的想法。比如说这栋房子，如果把它给盘下来，在这边怎么去做呢？确实我挺喜欢这些大山的，尤其近一段时间，有很多朋友让我去拍一些半山腰、独门独院的房子。像这样的一栋房子，我觉得就挺不错的。以前估计这边都养过鸡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有些编织网，以前应该就是把周边都围起来，在这里面养鸡的。这边是只有一棵大树，感觉好像是春木树。如果这边同时有几棵树，可以在这边搭建一座小树屋。当然也可以自己去搭建一些支架，在这边搭建一个小木屋倒是挺不错的。房子的背后就是他们家的土了，刚刚我们从上面看了一下，这栋房子的排水设施做的并不好，下雨天很难排水出去，这个该沿都没有做好的，还是需要给它做排水沟出来。这块土大概有好几分地呢，最少5分地左右吧。以前在这边都拉了一些砖过来，这些砖啊，长时间放在外面，估计现在也用不了了。这栋房子也是需要打理了，要不然没人住。看这些竹子啊，都快长到房子边上来了。视频的最后啊，我们也站在院坝，环视一下四周的环境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独门独院，开门见山，视野不错。因为我长时间拍视频，我的朋友也知道，在我手上租出去的房子也挺多的。他也想通过我的视频，把他们家这栋房子，找到有缘的人，让别人代为给他管理一下。那这边的租金肯定就很便宜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样的环境究竟怎么样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。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，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湘西。
今天石头又带大家来山里面看一些闲置的房子了。上一期的视频我为大家介绍了一栋木质结构的房子，要低价出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再来旁边这栋砖房子来看一下。这栋房子也很久时间没有住人了，可以看到这边进入房子的马路还是比较宽的，目视下大概有3米左右。我的车呢就停在了这块平地之上。这边的交通也是挺方便的，距离县城9公里，距离附近乡镇集市7公里。这边距离主干道大概3公里左右。如果自己没车的话，需要步行走到主干道才有公交车直达县城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栋砖房子原本是3开间的，后面这边是重新修建的，这边通水通电通网络。以前这是一个小小的寨子，后面就是因为交通不便，很多老百姓已经搬迁出去了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外面情况，可以看到院子外面有一大片的土地，现在种的有些油菜，之前这一片种的是辣椒啊、玉米之类的。这边的土地目视一下有1亩多地左右。整个山头这一块只有这样2户人家，而且现在房子都已经是闲置没人住了的。那这边我觉得是非常安静的，尤其当我航拍的时候，我发现整个这块位置啊，感觉像一个4合院一样的。如果就在我们进入房子的马路那块区域装一个大门的话，几乎这块位置是与外面隔绝的。接下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来看一下这栋砖房子。有1、2、3、4、5个房间，每个房间留有单独的小门，意思整栋房子是没有堂屋的，所以里面应该是完全隔开的。这边呢比较深颜色的是装的应该是遮阳网，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窗户。很久时间没有住人啊，上面的一些玻璃啊，一些木质结构啊，显得非常的陈旧，包括我身后的那个窗户玻璃很多都坏掉了的。这边主人家堆放的有些木材，我们这边有个习惯，到冬天的时候几乎都是靠着烧木材取暖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房子的楼层高度大约6米左右，开间3.5米，接近4米左右。像这样的房间住在里面，人感觉应该是比较舒服的，尤其它的大窗户透光性非常的好。站在院子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栋房子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它屋顶部分上面盖的是石棉瓦。石棉瓦我们都知道，在夏天的时候不隔热，非常的炎热，到了冬天的时候它又不保暖。像这样的石棉瓦，如果后期在这边住的话，我觉得换掉的话可能会好一些。可以看到这栋房子的改造空间也是非常大的，包括它外面墙壁上的那些砖已经很多地方都是脱落了的，而且看得出都是80年代左右的建筑风格了，显得比较的旧。当然如果比较怀旧的朋友可能把它清理一下就好了，如果比较讲究的朋友呢，可能要换掉外面的瓷砖。可以看到整个院子是非常宽的，目视下大概有100多个平方左右，都已经打上了水泥地面，干干净净的。好了朋友们，那你们喜欢这样安静的房子吗？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这里还有一个墩子，在墩子的上方还有一个铁矾，你们知道这个墩子是用来干嘛的？我们大概来猜一下，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？我估计啊，应该是在
涨水的时候，这个底下的绳子比较低，它就固定在这上面，可能就比较高了，拉度啊也好拉一些。我也不知道这样子解释行不行得通。在河对岸那边有一栋房子，我估计啊应该是拉渡的船夫晚上所住的地方。到了渡口的时候，需要把两边的位置给放平，车子才能上船。这个地方没有平地，无法停车，要不然我真的想在这里露营住上一晚。这里的环境实在太好了。你们晚上最后一班船是几点钟啊？8点钟。晚上8点钟哦。那边有栋房子是你们就住那栋房子吗？晚上就住在那里。如果有人有急事的话，打你们电话就可以过河嘛？都可以哦。哦，那就很方便了。刚才我到那个山顶的时候，我看有一个那个什么，那一个军事一个古堡碉堡啊，那是以前土匪在的地方是吧？是的。那不是以前这个山头都是土匪啊？里面很多土匪啊？哦，这样子的。湘西吧？湘西土匪最多了哦。你多大年纪啊，大叔啊？我50多岁了。50多岁了。那再干到60岁退休了。搞不到60岁，再搞2年，没有生意了，搞不好了。啊，再搞2年没生意了是吧？那个车子还是要走的呢。哦，车子少了哦。这个船的话是公家给你们做的船，应该自己不要出什么钱嘛。你们不要出钱。哦，就负责在这里打工做就行了。那可以。像你们的就是按每个月的工资领工资。没有，我打工。给他打工。哦，那就是固定每个月好多就是好多。不是固定的，像你现在过10块，我们就给10块。哦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车10块钱，你们就可以拿到10块钱。那也可以啊，一天的话应该也不少啊。没有什么车少。一天大概可以多少钱？大概有。2个人搞个别把快200块了。这个渡口还是非常的方便了。要是没有这个渡口的话，进到这个乡镇就太麻烦了。你们这边都是苗族吗？还是土家族啊？土家族。以前都是土匪在山上，这土匪比较多吧？应该。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啊？长潭河。哦，长潭河是吧？长潭河，最后应该也流洞庭湖了。湘西剿匪记看过。湘西剿匪记看过啊？田大帮啊，张山豹啊，是吧？就是反正就是讲的就是湘西这边的。就是那些就是大土匪。大土匪，在你们这山头是小土匪是吧？小土匪就是当地的一些土匪。那应该也是，反正他们以前要解放这里的时候也困难了。那肯定的。当时候解放这里也打过仗吗？仗肯定也打过。也打过哦。打死土匪了。我看他们那个碉堡修的蛮好的了。湘西地方不错啊，这里的环境好，山也好，水也好，这里的人也好。这到了下午还是车子不多了哦。哦，这个重不重啊？这个？啊？我试一下看。等一下我来试一下看。那里有个啊。好，我这相机应该不会倒，就这样子放着吧。怎么这样子拉？就往后面拉是吧？这样子。不是那么重，但是也不轻。刚才在船上的时候，大叔告诉我说，晚上他们就是住在我身后的这一栋房子。
因为啊，这里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，经常到半夜3更的时候，有人打他们的电话，急需要渡河，他们又爬起来把人送过河的对岸。在这里，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没有一个固定的，大概也就10多个小时左右，每个月所能拿到的工资大概也就3、4千块钱左右。在农村来说，这样的一笔工资应该也是非常的不错了。以前啊，没有那么多车子的情况下，他们所领的工资还没有那么多。现在随着经济越来越好，买车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所以说他们的收入啊也是逐渐的在提高。现在从这里过到河的对岸，每辆车的话是10块钱。其实整个河的宽度的话接近于200米，来回走一趟的话接近是15分钟左右，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。全程啊都是靠着手工去拉着那个绳子拉渡，我也试了一下，也是比较重的。其实大叔还告诉我一个秘密，他说他在这里拉渡已经差不多30年的时间，马上再过几年他准备要退休了，用了大半生的一个积蓄起了后面的这栋房子。其实生活非常的不容易，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一期的视频啊也为你们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视频请点个赞点个关注，我们下一期的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快下去抓一条。今天我们要到河对面去看一栋木房子，闲置多年，没人居住。从这边坐船过去，从浙江那边来了3个大哥，带他们去看一看。这栋房子之前是我买下的，叫了当地的一位大叔，从这边坐船送我们过去。没动了啊！我们带了火，结果没火气了啊！30、40米。30、40米啊？对呀。我大概在美的嘛，过河比方便。我美过河方便点。是的啊。不然对他转的好。他木转。那个提转。他那是提转，大小。对吧？啊。这是漏完了。这边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船，挺方便的。你不给我转过河，上面是然后面合适，我没方便。是的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河中央了，水质很好。啊。过河了不行，我就不然这样。我就怕你不肯出去哦。这是从浙江过来的大哥，打个招呼。Hello。大家好。来过来挺远的，你们那边过来有1000多公里了。对。感觉湘西这边怎么样？山好水好。环境还不错啊。坐下。看下嘛。对啊，就在那边。现在我们看到尽头那边是下游，那实际上离城很近啊。这栋房子大概离城里面有10公里左右啊，距离乡镇有2公里左右，交通是挺便利的。今天我们是坐船，实际上是可以开车到房子的背后，在那边也是通车的，平时在这边钓鱼挺方便的。这栋房子的上方，也就大概尽头那边有船的那个位置，是有一棵泉眼的，那里面常年都有山泉水，挺方便的。整个村子有20多户人家，大部分都是楼房，木房子已经很少了。我买的这栋房子是主人家搬上马路那边去了，所以房子闲置的时间比较长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水质还是挺不错的。先不要让他就回来了，原来直接了。现在他屋里什么都不好了。水的能见度大概有3米左右。别花钱。你让他就花了钱，你看。
那只有这刚发了，我怕有2-3万块钱有没？2-3万不止？2-3万我都不知道。你还有那个啊？主要是地板砖。哦，地板砖也贴了啊。地板砖贴了吧？有这个钢丝啊。对，我们就是从河对面过来的，对面有栋房子是贵州大哥租下的，他今年回到贵州那边去了，所以房子也闲置下来了。那栋房子后期的话可能会做处理吧。我们这栋房子是有个独立的小码头，其实我当时买这栋房子就是为了养老，在这边钓鱼。马路是修到了房子的背后，平时可以从那边走下来，有这样的台阶小路，大概宽2米左右，挺好走的。你们先走吧。我这里。对啊。我问他们上毛。就是镜头前方的这栋房子了，这边是有一个2间的砖结构厢房。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，楼层高度大概只有4米左右吧，开间也是3.8米到4米，房子的进深大概也就5米多，接近6米左右，和我们之前改造河边那栋房子差不多大。两边还是可以扩展的，可以修一些厢房出来，包括现在镜头看到的这块位置都可以修出来一个茶室或者厨房，这边也可以修出来作为一个茶室也行，或者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厨房也不错，大家觉得呢？这栋房子呢是相当于背靠这样的山体吧，面朝大河，视野还是挺不错的。今天我没有拿无人机，所以没办法给大家飞一个航拍。其实距离河面大概也就5-6米左右吧，私密性还是挺不错的。要是喜欢钓鱼的话，在这里是真的很不错。那这栋房子目前的情况呢，大家也知道，我在老家是修了新房子，在河边又改造了一栋房子。这栋房子当年买下来的话也不贵，所以说这栋房子目前我想可能会做一个安排吧，或者是找到他的有缘人也可以。这栋房子整体的结构还是挺不错的基本上修一下，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，基本上是可以稍修一下就可以入住了。虽然这栋是我的房子，但是钥匙我是没有的，还是在原来房东他的手上。房东家在上面的马路上是修了新房子，所以现在我们也不打扰他，不进去看了。大概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子。这栋房子是通水通电的，整体的结构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边的瓦片也都是我们这边湘西传统的一些青瓦，大概3-4年左右检修一次吧。这栋房子的领子我倒是发现挺好的，包括这些瓦条都还挺不错，说明这栋房子的主人家平时打理的还是比较好。和绝大部分我们湘西这边的房子差不多，木房子只用底下的3间，2楼基本上是堆放一些杂物，这栋房子也是如此。在2楼我们可以看到是没有装修的，简单的铺了一个木板，上面就是堆放一些杂物。房子的整个塞壁呢就是木板来装修，所以房子里面的采光并不是特别好。当然如果我们在这边住下来的话，做一个简单的调整装修，这样子采光就会好许多了。这个位置是以前他们家的厨房，大概开间有3.8米左右，是一个斜面的屋顶。
和之前我们改造河边那栋房子有点类似。整个厨房里面大概有17、18个平方左右。当然，我觉得把这些墙板全部拆了，做一个开放式的厨房也挺不错。实际上，这栋房子是有2条路可以走下来的。这条路现在也是我们的，从上面的马路走下来，和邻居家是有一条分界线，大概就是以这条路为界限。来看看这栋房子的背后，是有一小片竹林，相当于我们的地呢是这片竹林里面紧靠着马路那边的栏杆。这背后实际上还是挺宽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木房子距离背后的山体大概是有2米多左右。那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后面给它延伸出来，用砖来把它全部封起来，就像我们改造河边那栋房子一样的，把它隔成一小间一小间，这样子做独立的卫生间也挺不错。把这个屋顶上面的瓦片给它盖出来一点点，那这栋房子就有单独的卫生间，在这边居住也更方便一些了。其实这栋房子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门口的这条大河。平时这条河里面鱼类资源非常的丰富，每年的夏天，包括现在冬天的这个季节，钓鱼人还是挺多的。当然，每次我过来，基本上也看到这些钓鱼人呢，钓上一些大鲤鱼、大草鱼之类的。所以我是非常喜欢河边的房子，这也是我当初买下这栋房子的原因。大家通过镜头看了一遍之后，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心中呢，也有一个答案。你们觉得这栋房子如果改造出来的话，大概需要花费多少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门口的这块位置是有一棵柚子树的，我们暂时给它保留下来。其实这栋房子也有它的缺陷，最大的缺陷我觉得还是车子开不到院子里面，只能开到房子的背后，所以说这可能也是这栋房子最大的缺陷了。好在比我们之前改造河边的那栋房子距离马路要近了许多。这边有自来水，也可以喝山泉水，这是之前主人家接过来的水管。整个院坝长时间没人居住，都已经长满了一些竹子、灌木还有杂草，清理的话需要好几天呢。刚刚我们在谈这个位置该怎么改造，院坝可以做出来，大概在这棵树的位置，在这边呢还有一小块空地，可以给它挖出来做一个小鱼塘，平时在河里面钓鱼，就可以把这些鱼呢养在鱼塘里面。旁边就是邻居家的橘子地了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整个河面还是很宽的。实际上把整个院坝的一些杂树还有一些竹子全部砍掉了之后，整个视野还是很不错的。这也算是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了。刚刚和浙江的3位大哥我们聊了一下，他们说这栋房子还挺不错的，正在考虑要不要从我手上把它买下来。那朋友们，这期的视频呢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你们觉得这栋房子究竟怎么样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